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六。上周我拍了一部超慢跑的运动影片，本来想说解释性的影片网络上已经很多了，所以我就没有再拍超慢跑解析。不过我发现大家实际跑完之后，都还是有很多超慢跑执行上的疑问，所以今天这支影片主要就是用超简单、超直白的方式回答大家，像是该穿鞋跑吗？跟不上180 ppm 怎么办？脚尖应该离地吗？之类的问题。那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进入正题。Go！ 好，首先是超慢跑的一些基本问题。第一题。我跟着影片的节奏一起超慢跑，感觉上明明很快啊，一点都不慢，那为什么叫做超慢跑？其实超慢跑还有一个更容易懂的名字，叫做龟速跑。超慢跑这个慢字啊，其实指的是前进的速度慢，它是以一个步伐小但步频快的跑步方式，这一步与下一步的间隔时间很短，然后往前跨的幅度很小，才能够达到不酸不痛不硬不喘，然后可以轻松跑很久的一个运动方式。下一题，超慢跑180 ppm， 速度好快哦，我一定要跟上吗？可以降低吗？最简单的回答，我会说对啦，尽量还是要跟上这个节奏。很多人在一刚开始接触超慢跑的时候啊，都会觉得节奏好快哦，跟得有点吃力，然后就会想要马上把速度降低。但是这时候你可以先想一下，你是不是在用以前跑步的记忆去跑，想要跑操场很多圈，或者想要跑到几公里，这样就会导致你每下抬腿都抬太高。然后同样的节奏下，你腿抬得越高，强度就越强，强度被往上拉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跟上节奏了。其实你在超慢跑的过程中啊，没有办法微笑的聊天讲话，那你这次的运动就不能算是超慢跑了。记得缩小你的步伐，保持轻松不痛苦的状态，这样明天你才会想要再开始新的一轮超慢跑。那当然，如果你已经确定脚没有抬太高，你还是好喘，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在训练初期先把节奏降到175、170试试看。下一题，一定要一次跑完吗？可以分次吗？很累很喘的时候，我该停下来吗？刚接触超慢跑的时候，会让你很喘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刚刚提到的你的步伐太大，第二个是你的身体状况没有办法让你跑这么久的超慢跑。所以如果是真的很没有在运动的人或者是年长者，也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啦，会建议可以缩短超慢跑的时间，先从10分钟、15分钟开始，慢慢的熟悉这个新的运动模式，然后再循序渐进的增加时长到30分钟，甚至是1个小时啊。如果你的体能状况都已经喘到你快要呼吸不过来，那当然还是要停下来，就活下来还是比较重要的吧。下一题，超慢跑的效果是什么？到底可以干嘛？其实运动主要就2个功能，一个是变健康，一个是变好看。重量训练主要是雕塑身形，让你的曲线更大更好看，像是臀部可以更翘啊，肩膀更宽之类的。那超慢跑则是属于有氧运动，可以快速燃烧脂肪，降低体脂率。在健康上，超慢跑可以帮助控制血糖血脂，降低慢性病的风险，提升心肺功能等等。下一个，超慢跑会有萝卜腿吗？如果仔细去看一些专业跑者的小腿啊，都很粗吗？都有很大颗的萝卜吗？没有他们的小腿肌是很结实没有错，但是形状都是修长的。其实如果搭配正确的饮食计划，开始超慢跑之后，你的体脂率是会降低的，那脂肪量降低之后，你的小腿反而是会变细的啊。下一题，超慢跑适合的年龄跟族群。超慢跑因为它是低强度运动，而且动作超级简单，可以说是零门槛，所以它是各年龄层都适合的一种运动。不管你是运动初学者、年长者，或是久坐的上班族，还是大体重想减重的人，都很适合。除非你是医生已经明确的跟你说你的关节或者是身体状况不适合跑步，你就要考虑其他的运动咯。接下来是超慢跑的执行问题。第一题，1周建议跑几次，跑多久？超慢跑可以天天跑。超慢跑的核心概念啊，就是让大家用一个很轻松的方式达到足够的运动时数。有生活小空档的时候跑个10分钟、15分钟，真的有时间的时候再跑30分钟、60分钟。你知道了吗？运动这东西就是有运动有保佑的一个概念啦。下一题，超慢跑需不需要暖身跟伸展？这个问题就跟医生都会建议你每天都要睡满8个小时一样。如果你有时间，你就暖身跟伸展都做好做满。那如果你不做暖身伸展，就跟你昨天只睡6个小时一样，可能会导致你腿部酸痛。但是因为强度不强，可能也不会怎么样。那如果是我的话啦，10分钟、15分钟的超慢跑，我不会做暖身跟伸展，因为毕竟我就是没有时间，我才做这么短的版本嘛。
但超过20分钟的话，我就会做简单的暖身跟伸展哦。下一题，超慢跑穿什么鞋子好？室内可以脱光脚吗？超慢跑以我自己执行的经验啊，我还是会建议穿鞋子跑，因为现代人其实很少赤脚走路或跑步，足底筋膜的强韧性没有那么好。所以如果赤脚跑的话，就比较容易觉得脚掌或小腿肌特别快累。所以初学者的话，都还是建议穿鞋子跑，等到习惯之后再进阶成在瑜伽垫上面赤脚跑，也可以穿厚袜增加脚掌的缓冲哦。如果是怕穿鞋子在室内跑地板会脏的话，我是觉得也不用专程买一双全新的，你就挑一双现有的球鞋，然后把鞋底先清干净，然后就当做室内专用跑鞋，这样就 OK 啦。下一题，超慢跑会不会伤膝盖？一般我们会觉得跑步等于伤膝盖，因为快跑讲求的是速度，而且双脚会有同时离地的瞬间，再加上步伐又大，所以在落地的时候膝盖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但是超慢跑跟一般的慢跑不一样，超慢跑的步伐很小，而且没有双脚同时离地的时候，所以整体来说超慢跑是比较不伤膝盖的运动。下一题，超慢跑至少要跑多久之后会有效果？这个还是因人而异啦。但是如果你是很没有在运动的人，你认真的连续1周都超慢跑，每次至少30分钟，应该1个礼拜之后，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了。再来是超慢跑的场合时间问题。第一题，超慢跑是原地跑好还是移动跑好？如果是初学者的话，会建议从原地跑开始去适应这个新的运动类型，然后把户外移动跑当成是一个进阶的版本。因为我觉得会选择室外移动跑的人，应该都是想要一直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呼吸户外空气，然后就会开始想今天要跑几公里啊，要跑多远什么的，然后步伐就会开始不自觉的变大，就造成你跑完觉得超慢跑根本就不轻松也不舒服啊，超累又超喘了，好不好？然后就没有下次的超慢跑了。下一题，超慢跑白天跑好还是晚上跑好？这个问题完全看个人喜好，不管是什么运动类型啊，运动最重要的是能够配合你的时间表。你什么时候可以运动，你喜欢什么时候运动，这样这个运动习惯才能够持续的进行。如果你因为有人跟你说早起运动比较有效啦，但你明明就超讨厌早起的，结果你勉强自己早起运动了2次，然后就从此放弃了运动，这样不是太可惜了吗？下一题，饭前跑好还是饭后跑好？饭前运动跟饭后运动，他们对身体的效益是有差异的。就像有的教练会建议糖尿病患者在吃完饭的几分钟之后就马上开始运动，也有的报告说饭前运动对减脂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我还是觉得配合你的时间表，你有空的时候想运动的时候再跑就好了，让自己喜欢上这个运动才是超慢跑的核心价值。不过，当然你不要从早上都没有吃东西，你已经饿到快昏倒的状态下去跑，或者是你刚吃完火锅吃到饱马上就去跑，这样都不行。真的吃太饱的话，会建议60到90分钟之后再开始运动，不然一定会痛的啦。接下来是超慢跑的姿势问题。第一题，超慢跑脚尖一定要离地吗？不是啊，脚尖不离地也太偷懒了吧，很像是在搓脚超慢跑已经是低强度的运动，而且对膝盖也是非常的友善，所以认真一点啦。每一次抬脚，脚尖都一定要离地哦。下一题，超慢跑后脚跟需要碰地吗？后脚跟如果不落地，就等于是一直踮脚在跑，这样你的小腿肌很快就会有紧绷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正确的脚掌落地方式是脚掌先放轻松，不要用力绷住，然后自然的前脚掌先落地之后，跟着后脚跟也轻碰地板，不用用力的踩，轻轻碰就可以了。还要记得跑步过程中，我们都要保持膝盖弯曲有弹性，这样我们才可以跑得久，跑得舒服哦。下一题，超慢跑可以扶着东西跑吗？会问这个问题的朋友啊，应该大部分是年长者或者是身体受过伤的人，因为害怕跌倒，所以会想要扶着东西跑。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会建议你扶着稳固的东西或者是墙壁，先练习膝盖抬高，原地踏踏步就好。因为超慢跑除了训练我们的心肺功能，也训练我们身体各肌群的协调性跟反应能力，所以量力而为才是上策啊。最后帮大家总结一下，超慢跑最重要的是保持在轻松可以微笑讲话的状态下跑步，心率不要太快的持久性运动，
设定180 BPM 的节奏，缩小我们的步伐。如果有运动手表或者是智慧型手表的朋友，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心率速度，尽量维持在220减掉你的年龄，再乘上0.6到0.7的这个区间。我也帮大家快速整理好了这个表格，年龄跟适合的心率区间，需要的话可以手机截图哦。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对超慢跑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想要看到什么样类型的超慢跑影片，像是有没有音乐，或者是有没有讲话的，都可以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